2022年的1月份，我认识了一位企业家，他来到深色以后，他就跟我说：“那个林小姐，你有没有林春福的《可爱的马》？”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好像有看过这张唱片，因为这比较不属于我的年代，我没有听到这首，我不知道这张唱片。然后因为他的需求，我去找，发现我没有。然后也就刚好5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新加坡，然后我就到新加坡的一个红点唱片行。我一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可爱的马，我就买回来。买回来的时候，大概5月初，所以我5月底的时候，我就 call 他，我说：“徐董，我找到你要的唱片了。”然后他就超级开心的，他就来。他当场我就放给他听的时候，他眼泪一直掉下来，一直哭，一直哭。我觉得我好希望我这个故事就停在这里。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欢迎光临不卖唱片的唱片行，这里没有华丽的装潢，也没有最新的排行榜，只有承载回忆的岁月时光。现在让我们把唱片行的灯点亮，迎接今天的一日店长林佩如。不卖唱片唱片行正式开张。大家好，我是深色板娘佩如。佩如姐，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来跟我们聊天，因为你是很资深的一个黑胶唱片的收藏家这样。然后你有算过你大概有多少的馆藏吗？目前累积到现在大概已经有超过4万张黑胶。那还有包括 CD 啊，或者因为我还有收一些留声机的唱片，78转唱片。大概78转也应该也有快上万张了，对，卡带也有收，所以大概100年的声音载体在深色都可以看得到。那我好奇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进入这个收藏的这个领域这样子？很多人都一直问我说，深色板娘的前身到底是什么？其实我的前身很简单，我就是一个妈妈。那我可能就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妈妈，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文青妈妈型的。文青妈妈是文青妈妈，因为我可能从小我就非常喜欢音乐、电影、舞台剧。然后阅读这些东西，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就是像我女儿问我说：“妈妈，我要去买口红，你可以带我去吗？”然后我就说：“糟糕，我不逛街，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买口红。”可是她想要问我这个 CD 要去哪里买，这个电影要去哪里看，这我一定都很清楚。所以我最常逛的就是诚品。我记得以前去诚品的时候，都有一些那个 CD 的试听机，结果就慢慢我发现为什么 CD 的试听机慢慢变少，而且很多故障，我每次要点都点不到，然后我就开始去注意它整个摆设，我就发现天哪，它的黑胶怎么这么多？那当然黑胶是我是5年级的，所以我们5年级的世代其实曾经都有听过黑胶，即使家里没有，也有听过别人放。就这样，然后我就开始觉得，也快接近50岁了。我觉得50对人生来讲，你假如说50叫做半百，对不对？100可能就是100年以后，但是我觉得我不要，我觉得我在50岁之前，我就有一个愿望，我希望我做到几件事。因为我喜欢看电影，我就希望我可以累积50部电影，然后呢，我可以去环岛。50岁以前，我一定要完成环岛这件事，开车环岛。再来的话，我开始想要不一样的人生，我想要开始玩黑胶。但是你那个说，黑胶跟你的人生有什么关系？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不同的尝试。所以我就开始觉得，我应该要去试一下。我这么喜欢音乐，我应该要回到音乐的最初的感觉，就是听黑胶。那你有记得你这么多黑胶的收藏有哪一张是你第一张自己买的黑胶吗？我自己买的，我大概是国中的时候有买到一张。国中那时候很有趣，我竟然去买追赶跑跳碰，温拿五虎，然后被我爸笑得要死，说我也早给他多喊呐，像追星啊这样子。那是我第一次买，好像20几块还是几十块，我记得很便宜。以前还叫20几块，对，还是我忘记了，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还小，我就买了追赶跑跳碰，那是第一次。但是之后所有的东西就不见了，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些变故，所以就没有继续下去。但是我对黑胶的记忆是从那里开始。然后当我50岁之前，我的愿望要开始收黑胶，我的第一张黑胶，我是
那个肖邦夜曲，然后是傅聪的版本。这张傅聪弹的肖邦夜曲，对，然后我就因为我听过很多版本，但是我觉得他的版本特别吸引我。那慢慢的我去了解说，我一般都是我买了黑胶，或者我接触到这个黑胶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研究，这个比如说弹的人是谁，还有他整个的时代背景。然后我就后来发现说，弹肖邦夜曲的人非常多，但是我觉得傅聪弹出来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那我觉得这跟他的家世背景应该也有关系，所以他是来自一个非常有书香文化底蕴的家庭，所以我觉得他。即便说他到80几岁在英国过世，染疫过世，我觉得他还是很引以为豪，说他自己是来自这样一个家庭。可能要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傅聪他其实是第一个拿到肖邦钢琴国际大赛的奖项的华人。对，他是第一个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一张专辑之后就开始大量的收黑胶嘛，所以一开始是从古典音乐开始。其实当然我音乐听得非常的广，也很杂哈。那当我开始收到这一张之后，我觉得是因缘际会，我并没有很刻意说我要去收什么样的黑胶，因为就像我以前听 CD， 我当然电影配乐是我一定会找的。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都是到成品去试听，看什么好听我就买。所以我没有特别，然后当然我收到这张肖邦夜曲之后，因缘机会就是我收到了一批7000张的黑胶，这些收藏可以这样漂洋过海跑到我这里来，我觉得一定有特殊的缘分跟意义在。对，那我觉得，我想它的意义就是说，你让我再发光一次吧。讲到这个意义跟缘分，你有没有曾经在你的收藏当中有没有特别有缘分的收藏经历，或者是特别有你自己觉得特别有意义的收藏经历这样子？我觉得在我这几年内，我有一张唱片是我觉得我收得很及时，也刚好有派上用场，就是林春福的《可爱的马》。大概在2022年，也就是几年前而已。对，2022年的1月份，我认识了一位企业家，然后当时呢，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来到深色以后，他就跟我说：“那个林小姐，你有没有林春福的《可爱的马》？”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好像有看过这张唱片，因为这比较不属于我的年代，我没有听到这首，我不知道这张唱片。然后因为他的需求，我去找，发现我没有，然后我就开始许愿了。我就开始去问我的黑胶的朋友说：“有没有人有这张？有没有人有这张？”结果好像都没有。然后也就刚好5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新加坡，然后我就到新加坡的一个红点唱片行，我一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可爱的马，就坐落在他的那个唱片柜里面。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当我开始许愿的时候，就会好像我走到哪里就会被我发现我想要找的东西。那我当然开心的要命，我把它找回来，我就买回来。买回来的时候大概5月初，所以我5月底的时候我就 call 他，我说：“徐董，我找到你要的唱片了。”然后他就超级开心的，他就来。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一直要这张唱片？”然后他就说他大概在40年前，他那时候创业，然后他开了一个很大的工厂，然后结果就在过年前呢，因为隔壁的厂房失火，延烧到他这边来，所以在他所有的一切就在一夕之间就没了。然后他唯一剩下来的是什么？他只有一台宝马汽车，然后因为过年了，他的员工大家都在等薪水，那他已经全部烧得一无所有，只剩下那部车。后来他就把车给卖了，然后换到110万，然后自己剩下300块。然后他就想到这首歌《可爱的马》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美丽来
瓦崩吞，可能很多人听不懂台语哈，就是我把你卖掉，换了饭来吞。那用吞这个字就知道那时候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所以拿到饭就是哇，狼吞虎咽的那种概念。那我就问他说，那他就说，你看那首歌就是这5个字，就每次一看到他就会想到他那个时候，然后他当场我就放给他听的时候，他眼泪一直掉下来，一直哭，一直哭，一直想到他的以前。我觉得我好希望我这个故事就停在这里，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过了4个月，9月的时候，我听到他走了，他就走了，然后他大我大概3岁，然后你知道我听到他走，我超级难过，超级难过，我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呢？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又进来跟我说，佩如你做得很好，你在他走之前，你让他听到这首歌，因为他就是用黑胶听的，他并不是用所有，他就跟我说他非常感动，他可以再听到那个声音，因为他以前听的时候其实只是就是后面在听都是数位档，他说怎么听就是没有那个味道，然后所以他来深色，我播给他听的时候他一直哭，他跟我说就是这味就是这味这样子，结果我没有想到4个月以后他就走了。那我会觉得，我觉得人生，我觉得我很感动，说我去了一趟新加坡，为他找到这张唱片，在他有生之年，他还可以回到那个声音的感动。这是我觉得，我收这张唱片不管他多少钱，但是我觉得我至少我没有遗憾，我没有说他跟我许愿，结果我没有完成这件事，当然我会很感伤，但是一方面是开心的。你看他一个老板应该什么都不缺，但是这种精神粮食真的是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因为你想想看那个声音，所以为什么声音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有这么大？对，就像我常常在跟来这边的年轻的小朋友们讲，我说哎呀，你们听音乐都乱听啊，耳朵都没有训练好，耳朵是最后走的，所以听觉要好好去训练它，因为听觉真的是最后走。然后有时候我在深色看到一些重复的面孔，就说你很乖哦，然后他说板娘，你不是说要来训练我的耳朵吗？我说很乖很乖，这是其中的一项体悟了。是，我觉得有越来越多年轻人会喜欢听黑胶，这个是一件好事。有没有在收黑胶当中有没有遇到有一些稍微比较有挫折的一些想法嘛？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经验让你觉得说你更有使命要把这些黑胶好好的收藏起来吗？我觉得这个因缘真的很神奇哈。比如说刚刚阿 P 讲的这种有没有什么挫折？会有一些感伤哈。比如说我大概4年前的时候，我在中部有看到有一个文物馆有东西要出售，然后第一时间我就去看了，然后我发现它有非常多的留声机。其实我是很想收留声机的，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是在外面比较不容易看见，但是我去看了以后发现这个是原来的收藏家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老先生，但是他90岁的时候，他把他的文物馆设计好，整个都摆设好之后，他就走了。然后走了以后呢，这批收藏就变成是他的儿子跟孙子在帮忙处理。那所谓的处理是什么？就是卖。那眼前的很多的东西，包括有留声机、有唱片，然后还有一些以前的，比如农具、脚踏车、电风扇、时钟，全部都有，应有尽有。还有一批是日本的，那时候皇军时期，他收到很多的文物这些。那当然对我来讲，我就是要去看他的留声机跟他的唱片。那我去看留声机之后，发现每一台都是天价，因为他的儿子就把他爸爸的账本翻开来，就说我爸爸以前是卖这个价钱。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我就跟他讲说，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好，我之前在日本买到，其
其实还少一个零，所以我不会用你这个价钱去收。然后他就觉得没关系，反正我一定卖得掉。好，然后再来呢，我就去看他的唱片，就我发现哇，他的唱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在现在这个年代，以到目前来讲，你要这么完整的去收到某一个时代的收藏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那些东西呢，可能他就是这个儿子跟孙子更不知道这个领域，所以我那时候一看到以后，我直接跟他谈，我要收你的重胶唱片，就这样。有一张非常非常有价值，这个是我一直找好久找不到的，就是川岛芳子的蒙古的贝，就是这一张。那这张唱片呢，就在那一堆那个重胶唱片里面。那我之前在eBay在日本网站一直都搜不到，一出现就不见了，一出现就马上被标走了这样。那这一张的特别在哪里？是因为它声音很好听吗？其实不是，你一放下去就觉得哇，你干嘛买这一张的概念哈。但是对我来讲，我是整个是惊艳到一个极点，因为川岛芳子这个角色这个人物，其实在整个历史定位上，它是很有争议性的。但是当我开始去了解川岛芳子的整个人生的过程的时候，我一听到她的歌，我简直是快哭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每次听到川岛芳子的声音，可能是梅艳芳的声音，或者可能是演她的演员的声音，并不是她本人的声音。所以当我用留声机去播放这张重胶唱片的时候，哇，我发现她好像就在我旁边在跟我说嗨，我就是川岛芳子，我的声音就是这样。突然他的整个脸是浮现的，因为我们每次听到的都是被压缩过的声音，即便你可以在比如说 YouTube 频道里面可能也会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你用留声机播出来，他连那个呼吸的声音都有。所以我觉得哇，这张唱片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所以我拿到这张唱片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直接拿去下针，我是把它捧着，我拿去给我在南部的一个朋友，一个邱大哥，我请他先帮我复刻，因为我很怕我一下针他听一次少一次，他的声音就被破坏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会把这版原版留在这里，但是我来播的都是用复刻版的声音。这个是我觉得让我非常感动，就是说你透过比如说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去跟川岛芳子沟通，但是他在1930几年录下的这张唱片，然后他的声音保留在里面，你可以从他的声音里面，从他的声线，从他的整个氛围里面，你去听到他的情感，还有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好像可以透过这个唱片跟他对话。那在打包完把最后一批唱片送到车上的时候，我有看到那个爷爷的照片，就在文物馆的某个角落。我走过去跟他一鞠躬，我说爷爷，你这些收藏到我手上，你放心，我会好好保存它。然后不晓得是什么感觉，我一直看着那个爷爷的眼睛，我就发现他照片里面的眼睛是发亮的。不管他的，而且他本来嘴巴就是上扬，然后我就会发现，他好像跟我说：“嗨，太好了，谢谢你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种收藏的感觉，我觉得我好像传承了他的某一些东西，这样。那所以我常常会去看我的收藏，我会告诉他们说：“啊，我们是有缘的，所以呢，你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吧。”这样，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好好善待他。所以其实这个对我的体悟就是说，我现在不管我收藏到什么，都希望可以让它很完整的有留下一些记录，甚至是分类的很清楚。因为我不要我的收藏到后来变成回收品。这个是我开始在收这些东西我最大的体悟，因为我会觉得唱片它本来有它的主人，有它的家，但是可能某个原因之后，它就必须要被放出去。对，他必须离家。就像我一样的这个差不多时期的，我另外一个收藏是在北投。北投有一个要都更的
房子，那他们一整批在北投捷运附近，那有一整批要都更，然后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就传讯息给我，她就跟我说，我爷爷留下了一些的唱片，然后他说，请问你有兴趣收吗？这样，然后我跟他联络之后，我就真的跑去看了以后，他就拿出这个箱子，有没有好有味道？就是这个箱子，他跟我说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然后他呢一开始拿出来的时候，他是用抱的，我可以看得出他非常非常的舍不得。他跟我说，他说林小姐，这一箱已经跟了我好久了，然后他说因为我们要都更，那他跟着我这么久，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拥有它，因为我的房子都要清空，这样，所以他就拿了这个，我就把它收回来，然后我可以看到他那时候这样捧着的感觉，然后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很舍不得对不对？他就开始哭，你知道吗？他就爆哭，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跟着他说爷爷对不起，然后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的感觉就觉得天哪，我又承载了这样子的一个使命，他跟他的爷爷说对不起，然后但是他会帮他找一个下手，讲的下手就是说下一个主人，那我就跟他说我愿意帮你收起来，然后我问他说你有听过你阿公听的是什么吗？他说没有，因为他没有机器，所以我就留了他的电话，我到现在还留着。我留了他的电话，我说我希望你们都更完成之后，你只要有时间，你就把你的家人全部都找过来，然后我们就来开箱，看看你的阿公以前听的是什么。然后他就一直哭到后来他就笑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终于找对人了，这样。然后让我觉得我听到这句话我都好感动，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收藏并不是说回收品啊，来吧好，然后称斤卖，我觉得不是那样。不管他开的，当然就是他开的价钱他们也不太懂，那我也觉得说假如我是 OK 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你看我真的待会我们再来打开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它里面有好多很神奇的东西，我也没有看过。对，然后我就会很好奇说，他阿公到底听什么？所以其实你可以从一个人的收藏里面，你可以去知道这个主人的品味是什么，他的高度在哪里，他的深度有多深。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你要去了解一个人，就像我到很多人的家里，我第一件事我就去看他看什么书，或者他没有在看书，他只有食谱，应该也有。对，所以我觉得收藏，像我刚刚讲了台中的这个爷爷的收藏，跟这个孙女一直捧着他阿公的珍藏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在我100年后，我也希望我在现在我还好好的阶段让它发光发热，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希望它是很分类整理好。我希望就是说以后接手的人就可以很轻松，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他知道这些的意义，他才不会到后来真的就像我讲的很多东西到后来就是丢掉，就是回收品。我觉得这样我会对不起他曾经跟我这些收藏跟我的缘分。那我好奇我也许可能是帮观众问，就是在这么多的馆藏当中，有没有哪一张是特别珍贵，直白点它可能价格很昂贵的唱片是有的吗？有，就是我觉得收藏呢，有时候比如说像我们深色标榜的就是我们没有在卖唱片，好，所以我们卖什么？我们就是3艺。什么3艺呢？一个就是回忆，另外一个呢情艺，最后一个叫做创意，所以我们是卖3艺。那其实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是回忆，现在是情谊，未来就是创意。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直标榜我们是卖3艺。那在我收藏的过程，有一些当然是我去买的，我付钱去买的。另外呢，有一些人就是把他的卡带、CD 或者黑胶，就放在我家门口，他就会写一个条子，好
好像我的小孩养不起了，然后你帮我收留一下。可是他们很可爱，他们都写请收留我的青春。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我的收藏里面呢，有一张非常珍贵的唱片《桃花泣血记》。桃花泣血记。在收藏过程里面呢，我也认识了很多的藏家。那其中有一位我非常非常佩服的，就是在新竹有一个叫徐登芳徐医师。然后就在我们深社要开幕的时候，他就用快递送了一个礼物给我。然后他包得非常的仔细，然后我很紧张，我就想说有许医师要送我什么，结果一打开我没有掉下去，因为我知道一定很贵，就是这一张。这个他真的可能要跟各位观众科普一下，这张专辑呢是台湾史上第一首流行歌，叫《桃花泣血记》，它的市值大概是1张台积电的价格这样，所以医生就送了一张这么贵重的一张。请问一下，台积电昨天跟今天一个涨停一个跌停，大概差多少钱？就是现在目前挂在 eBay 上，可能就是大概100万100到200万左右的价格这样。天啊，我真的是我觉得好感动，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收藏家其实有很多，就像徐医师这样子，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乐于分享，而且他每次去演讲就是抱着一台很重的喇叭滑，然后带了很珍贵的唱片，然后去各个大专院校放给别人听，这样。好，这张唱片呢，来拍过来一下，它是裂的，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表示什么呢？其实重胶唱片其实它是会破的，所以它的珍贵是在这里。这一张是10寸的唱片，中间已经有3条的裂缝。好，那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有补过的。好，所以这个补呢，又是另外一个叫做潘博士，他就是专门在修补留声机的唱片。那许医师有特别交代我说，这一张其实是不能播的。为什么？因为它破得太严重，所以它补起来以后，它的这个声纹是没有办法接的。所以我只要一下针，它可能又会再破一次。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原版，然后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听这样。那这一张唱片后来台北流行音乐馆那个黄董事长有跟我借，黄玉玲老师，他有跟我借这张，因为他们要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去特别去展台湾的流行音乐，希望让更多的华人，更多的看世界看到台湾这样。那我当然愿意出借，而且我们就是真的就是要用原版出借，所以他们也是用最高规格的方式，然后把它漂洋过海送到西雅图去展。那我特别有跟北流有跟他们讨论，就是说，很多的唱片为什么它的存在是意义是什么？唱片存在的意义就是要被听到嘛，对不对？但是有的唱片太珍贵，那你也不可能说在那边现场在那边播，所以我就特别的要求，就是我的刚刚有提过的一个王信凯老师，他呢会做历史转录，所以他就我就又跟了另外一个厂家叫林泰威，他有这一张唱片的原版对，所以它是可以播的，它是可以播的，所以我特别又把泰威的这张《桃花泣血记》送到王信凯老师那边，然后去做一个历史转录，然后就弄成一个 QR code， 所以到西雅图的时候，大家不只看到这个，还可以听得到。我觉得这个听得到这件事是唱片最大的意义吧。那刚刚讲了这么多的故事啊，尤其是帮自己的朋友圆梦啊，然后或者是有比较有意义的传承呢，有没有是你自己追梦成功的一些故事啊？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是一个电影控，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看电影，但是我可能看电影的角度又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就是我都是有时候我会先从配乐开始。我觉得电影配乐可以让整个情节，甚至人物有一些他根本不用讲，你只要听到音乐就知道他的心情，所以我非常的
耳朵打开，一直都在听他的配乐。那我觉得从1988年开始，我知道了新天堂乐园之后，他就是一直陪伴我在很多很多的时候一直在听的音乐。然后不管他有20年的修护版、30年的修护版出来，我一定都还是会到场去看去听这样子。那我觉得自从有了声色以后，我发现有好多神奇的缘分会跑回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我听了30-40年的这一张唱片，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签名啊？有没有看到签名啊？这是谁的签名呢？竟然是新天堂乐园电影原声带里面的幕后钢琴手，今年来到台湾演出。那我也去看了他在国家音乐厅的现场演出，但是让我觉得睡不着的是什么呢？这位钢琴家呢，我就叫他老皮好了，他竟然可以来到神社，还帮我签了名。你知道这个是我觉得最神奇，让我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说他陪了我40年的这个声音的这个钢琴家，竟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跟我聊他之前弹的这个音乐。我觉得这到底是怎样的缘分啊？我真的很感谢老天，可以让我有机会，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可以去就是有好多人会因为我这个空间来到这里，然后跟我面对面，从唱片里面走出来，从电影里面走出来。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想大家也没有这样的体验。你看他还帮我签名，我就是有去听了这场。然后这个海报是我们自己印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印纸本的海报，甚至老皮还跟我说有没有一张这个可以让他带回去的。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他们那一天来声社，然后我们就去准备了快炒，台湾的快炒，让他真的去体验台湾的文化，然后台湾吃的东西是什么，他就一直说 very good very good， 然后拿筷子拿得不是很稳，但是他就一直吃得好开心，每一盘几乎都见底。那我会觉得说音乐竟然串起这样子的缘分，让我觉得超感动。你看我现在看到这个还是因为我本身也是访问歌手，有时候也会觉得哇，以前电视里面看到人，他会走到你的面前，就是音乐会带你去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见到意想不到的人，这样是。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谢谢我自己下了这样的勇气，我很谢谢我自己。我就50岁的时候，我说我要圆梦，我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所以其实声社就好像我的梦田一样。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梦想好好的去栽培它，让它长大，不要梦想就是一直想到后来还是梦想。我希望想就要去做，这样。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了佩如姐板娘来跟我们聊这么多你收藏的这些专辑黑胶的一些故事。最后也在希望能够问一下板娘之后在声社啊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能够未来有什么样的期望跟计划吗？其实我刚开始创立声社，其实我有一个宗旨，就是说我希望我的这100年的声音收藏可以让透过年轻人的语言，透过他们的方式推广出去。因为毕竟我们是属于，比如说我是5年级的，我的50年代慢慢我们也会越来越老去，只能靠着新的这个世代他们来推广，我们这些东西才可以继续持续的传承下去。然后我希望呢，透过我的收藏，也让更多的音乐人，然后可以回来我们这边，可以来到我们声社的馆藏里面去找出你的音乐的养分跟你的启蒙是哪里。透过这些实体的收藏，可以邀请各个领域的人，透过实体唱片的五感六觉的体验，回忆你们的故事，与大家分享，让这些收藏被更多人看见。